女人故意喝下10斤烈酒，等到浑身上下热汗淋漓之后，再脱掉所有衣物，然后缓缓躺在了受伤男人的身旁，用自己的体温替他驱除寒意。而她之所以如此做，都是因为心中有愧。原来3年前女人突然悔婚，导致男人伤心欲绝，在冰天雪地里整整跪了1夜，才导致寒气入体，得了寒疾。现今谢云以自身为他驱寒，也算是偿还了对男人的亏欠。我们了解了。第二天，男人悠悠醒来，却发现陪在身边的竟是夫人。可他清楚记得昨晚明明听见了谢云来过的声音。城主大人，主子心疼您，可是在您身边哭了1天1夜呢。丫鬟明显是在替夫人抢功，可英姬也不是傻子。那真是辛苦夫人了，明明那么怕血，还守了我1天1夜。其实昨晚夫人看到鲜血后就晕倒了，哪还能照顾城主？随后英姬把谢云又喊了过来。在我最需要被人照顾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昨日您让奴婢跪着，奴婢便一直跪着。你身为我的婢女，你为什么不在？其实英姬就是气他不说实话，明明昨晚是他照顾的自己。英姬被他的顽固气得差点吐血，也顾不得自身的伤势，马上就要和夫人洞房，并且要谢云为夫人戴上铜铃。可当谢云正要动手时，又被阻止。戴脚上，这明显就是在故意羞辱自己。然而为了能够出城，谢云只好忍了。看到他憋屈的样子，夫人那是相当兴奋，甚至对谢云做出了更大的羞辱。愤怒的谢云转头看向英姬，然而面对他的只有冰冷的目光。明明是一对相爱的人，却非要这么互相折磨。谢云只能不情不愿为夫人戴上了铜铃。随后城主和夫人就去洞房了。谢云本以为就此结束，哪知刚出门就被侍卫捉住，按在地上捆住了手脚。薛姑娘，城主命你今晚在此跪守，竟是让他跪在这听英姬洞房的声音。很快铜铃急促响动的声音传了出来，好似一阵阵魔音贯耳。然而让他更加崩溃的还在后面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男人更是请了18个花魁，全部带着铜铃来到了洞房。谢云瞬间感到头疼欲裂，他想立即逃离这里，不料却被侍卫围住。谢云见逃跑无望，无奈之下直接跳进了池塘。殊不知昨晚英姬洞房时故意从伤口挤出了鲜血，夫人见到后直接晕了过去。然后他将铜铃交给了事先安排好的2人，让这一男一女在屋里洞房，他则是站在一边偷偷看着绝望的谢云。这时夫人的丫鬟急匆匆赶过来，但却是趁机拖延时间不让人施救，而英姬还在毫不知情地喝着小酒，等着谢云。直到1个小时后，丫鬟才姗姗来报，谢云因为无法接受，情绪崩溃了。哪知英姬发出了桀桀的笑声，崩溃也得给我带来，绑也得给我绑来。可是他情绪崩溃，跳湖了。这下英姬可坐不住了，城主府所有人都给我去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随后英姬带着全部侍卫来到了池塘边。他知道谢云最怕水鬼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选择跳水。也许这次做的可能真过分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管家突然来报，谢云的房间里有亮光。英姬急忙来到这边，果然谢云已然悄悄上岸。你曾说过最怕水鬼，此生都不可能习得水性。人总是会变的。也许是心中有愧，英姬一改往日的跋扈，竟贴心的为谢云梳理起了秀发，甚至在感觉出他冻得发抖后，毫不怜惜将价值万金的狐球扔进了湖，只为给心爱的女人取暖。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可以掌控你的生命，包括你自己。我们要一直在一起，天长地久。这也许就是以爱为名的折磨吧。第二天，英姬就来为谢云报仇了。他故意打翻了药碗，反而责怪丫鬟没端好，连碗药都拿不稳，留着有何用？砍了吧！这可把小丫鬟吓坏了。不过看在夫人的面子上，英姬最后谎称在池塘里丢了一块玉佩，如果她能打捞上来就既往不咎。至此夫人才明白过来，欺负谢云的人只能是英姬，如果有其他人想伤害她，只能是死路一条。而很快另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婢女出现，她故意不让谢云接手插牌，不仅嘲讽她体弱多病，还当着城主面将谢云绊倒。殊不知现在谢云已经看开一切，当即毫不客气地教训了王熙奴。主子面前失仪是做奴婢的第一大忌。明明是你故意推我的，我推你，你就能在主子面前大喊大叫吗？主子面前喧哗是做奴婢的第2大忌。想要模仿我，你要学的还有很多，可不仅仅只是动动嘴皮子这么简单。英姬听了不由得笑了，丝毫没有怪罪谢云的意思。王熙奴见状只能夹起尾巴溜了。不料英姬见到认命的谢云，颇为喜欢他这股泼辣劲，忍不住又狠狠咬了他一口，并叮嘱谢云今晚来侍寝。然而到了晚上，英姬的眼睛突然被一条红丝带蒙住，她以为是谢云搞的小情绪，还颇为受用，而女人也不让她摘下来。直到英姬抓住了对方小手，才猛然发觉不对劲，她立即暴怒地掐住了王熙奴的脖子。你怎么在这？谁允许你进来的？
是谢姑娘，奴婢来伺候城主大人的。原来谢运得知王新奴想上位后，便找了他合作，只要他帮自己去城东的药铺买1、2绝名字，就安排他今晚代替自己侍寝。而谢运这么做，就是故意让他给自己的好友齐燕传信。齐燕偷偷来到城主府后，就把出城的令牌给了谢运，让他晚上拿着令牌出城。城主得知谢运逃走之后，气得立刻让人全城搜捕，最终谢运还是没能逃脱他的魔爪。还没等城主发落，谢运就开始反击，让城主杀了自己。城主一怒之下扛起他就走，完全不顾谢运的意愿。随后他又找了一个更刺激的方法来惩罚谢运。城主先是册封王希奴为侧妃，见谢运没什么反应，就拿他的贴身丫鬟做威胁。谢运贴身侍女，杖责一般，以儆效尤。是。这下谢运就慌了，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连累丫鬟，于是赶紧求助一旁的齐燕，让他帮自己救救丫鬟。作为谢运的好友，齐燕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等他离开后，为了让城主满意，谢运就自己狂扇自己耳光，这让城主很是震惊，心里既心疼又很恨。看着谢运低声下气的求自己放过丫鬟，然后自请惩罚，城主勃然大怒：“你想让我怎么罚你？”谢运知错，愿终生不嫁，侍奉城主和城主夫人，侍奉侧夫人。若城主大人想要传召18花魁，奴婢这就去，只求城主大人能遵守承诺，护我家人平安。看到谢运这副委屈的样子，城主心里更难受。难道要他留在自己身边就这么不情愿吗？为了跟他赌气，城主竟然拿出一串由1000颗珍珠串成的项链。而谢运在看到这条项链后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这可是4年前城主对自己的约定，那个时候他还是萧家养子萧继，为了送给谢运1颗珍珠，甘愿被自己的哥哥暴打一顿，并承诺谢运以后一定会再送他1000颗万颗。可如今这1000颗珍珠却要送给城主夫人，还要谢运亲自为他戴上。纵使谢运心里再怎么不愿，也只能照办。可就在他起身的时候，城主故意掐断项链，让1000颗珍珠洒落满地，并命令谢运一颗一颗给捡回来，少1颗就剃头来见。谢运知道城主这是在故意打击报复自己，可为了自己的家人，他只好强忍着心里的痛，一颗一颗捡珍珠，直到手指流血了都没有停止。然而等城主收到带血的珍珠，不但没有关心谢运的伤势，居然还问管家少数了没有，1颗都没少，而且还多出了1颗。什么？老奴数了3遍，确实是1001颗。听到这，城主瞬间情绪失控，因为这多出来的1颗正是自己送给谢运的那1颗，而这些珍珠都长一个样，混在一起根本就找不出来。不一样，城主气怒！我说了不一样，有1颗是不一样的。直到现在，城主都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正在慢慢将谢运推远。而在不久之后，城内忽然开始出现谢运的谣言，说她是个人尽可夫的逆贼之女，为了爬上殷琦的床，不惜与娼妓为伍，跟他们学春燕舞，只为讨殷琦欢心。城主自然是不信这些，因为他知道谢运自幼就有腿伤，根本不可能学舞。得知谢运还不知道此事，于是便前去看望他，可却刚好听到他与丫鬟的对话，说你为了取悦殷琦，学了春燕舞。他们说的没错。听到这，城主就信以为真，以为谢运真的为了殷琦做到了这个地步。然而他却不知，这只是谢运说的气话而已，而他却因此展开了一个邪恶的报复计划。城主特意找来谢运，让他给自己沐浴，然后趁此机会将他抱入浴池，然后一把拉了过来，让他替自己的未婚夫还债。谢运在城主的淫威下，只好答应偿还。来呀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手段。你伺候他的时候，应该很放得开才对吧？过奖了。来，取悦我。谢运从未受过如此侮辱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曾经自己最爱的男人，竟然会用这种方法折磨自己。可他为了家人，只能放弃自己的尊严取悦城主。他摘下自己的发带，一把套在城主的脖子上，然后向他亲了过去。在谢运的魅惑下，城主再也无法忍受，内心如翻江倒海。一想到他以前也是这么魅惑他的未婚夫，心里的恨意就更加强烈。随后一把掐住谢运的脖子，等谢运醒来的时候，竟发现自己的双手被绑，而出现在他面前的正是城主。还没等谢运弄明白怎么回事，他就被城主推了下去。没想到城主竟然这么变态，为了报复他，竟把他绑在青楼的秋千上，供其他男人观赏。看着女人痛苦挣扎的样子，城主竟然无动于衷，直到看到底下的男人说出一些污秽之词，并为他拍手叫好时，城主的内心才有所波动。就在这时，一枚飞镖割断了绳子，原来是谢运的好友齐燕救了他。齐燕实在是看不惯城主的作风，就当着众人的面抱走了谢运，而城主也在此时急火攻心，吐了一口老血。早知是这种结果，何必做得这么过分，让彼此都难过呢？而经历这件事后，谢运早已心如死灰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发呆，不吃也不喝。然而城主夫人的突然到访，竟让他的人生再次发生了转折。季哥哥书房里有个密室，那儿也许会有你想知道有关你家人的消息。
听到这个消息，谢运很是震惊，于是便半夜偷偷潜入城主的书房，果然在那发现了密室。等他进入密室后，看到里面的一切，他才终于明白，城主这3年一直在骗自己。他模仿谢运哥哥的笔记给谢运回信，而谢运写给家人的信，一封都没有寄出去，全部在城主这里。什么3年之期，什么保家人平安，不过是把谢运留在他身边的幌子而已。明白了这一切真相之后，谢运便去找了城主夫人，请求他帮助自己逃离城主府。刚好城主夫人视他为眼中钉，巴不得他立刻消失，就答应了他的请求。而谢运逃出去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回到自己废弃的家里。然而等他来到院子的假山处，却看到了震惊的一幕，地上赫然摆着3个土堆。谢运赶紧跑过去，他不敢相信自己心中所想，但他必须要弄个明白，于是便刨开土堆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母兄的衣物。他这才知道，原来自己的家人早就全死了。悲痛万分的谢运绝望地来到悬崖边，最终选择了跳崖自尽。